云游中国，带你走进中国城市。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云游中国之旅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一起探索过哪些城市吗？没错，有位于中国西部的千年古都西安，有中国东部的文化名城南京，有美丽独特的北方草原、贸易枢纽呼和浩特。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内陆城市深沉敦厚的力量。而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不仅有朴实的大地，还有活力四射的海洋。今天就让我们的新朋友小鱼老师带大家一起去中国南方的沿海城市广州看看吧。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现在我正位于广州，我身后这条江就是广州的母亲河珠江。大家知道有哪些中国出名的河流呢？没错，有长江、黄河，而珠江便是仅次于它们的第3条长河。小张老师，关于珠江，你还知道些什么吗？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系，这条河连通了中国南方6个省区，最终在广东省流入南海。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城市广州，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广州所在的位置非常重要，它沟通了内陆与海洋，所以从秦汉到明清的2000多年时间，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被誉为千年商都。原来珠江是流入了南海，这不禁让我想到海上丝绸之路似乎就有一条南海航线呢。是的，之前我们学过陆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今天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海上丝绸之路吧。海上丝绸之路有2条航线，一条在东海，另一条在南海，而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起点。唐朝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南海丝路从中国经过了中南半岛以及南海的许多国家，穿过印度洋后进入红海，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小鱼老师，现在在广州能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痕迹吗？在广州有一个地方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它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广州海事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主体看起来就像一艘大船，它的入口处有一条6米宽的引桥，通过这里进入博物馆，就仿佛我们也回到了古代，即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登船出海了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宋的外销瓷器，这些瓷器在当时销往海外，现在则留存于海事博物馆内。中外的文化似乎都在这里汇聚了。小张老师，我注意到博物馆里的展品非常多，从唐代到近代，各个世纪的展品都有。难道广州从古至今都和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吗？没错，因为广州是中国唯一一座2000多年来始终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所以在海事博物馆里，你可以找到各个世纪见证中外贸易交流的展品。尤其在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在清朝，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原来如此，小张老师，我现在游览的这个地方有许多建筑看起来和欧洲的一样，这些是不是也和海外贸易有关呢？说得很对，小鱼老师所在的地方叫做沙面。这个地方在宋、元、明清时期
都是进行国内外贸易的重要场所。100多年前，很多国家在这里陆续设立了领事馆、外国银行和几十个外国商场。可以说，沙面见证了广州近代史的变迁，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与租界史的缩影。沙面岛上的欧陆风情建筑也形成了独特的露天建筑博物馆。原来沙面的欧式建筑还有这样的历史。小张老师，我在广州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建筑，和我们常见的楼房不一样。这些建筑叫什么名字呢？小鱼老师身后的建筑叫做骑楼。之所以会觉得它特别，是因为骑楼其实并不是中国风格的建筑，它是印度、新加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筑中常见的样子。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广东、福建地区的中国人常常会去到南洋区域活动，历史上称为下南洋。南洋就是指的现在的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群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区域。广东、福建的居民为了官方任务、商业贸易或者外出打工而去到南洋地区。这些外出的人，有的留在了海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侨民，有的则回到了中国，并把南洋地区的文化带回中国。骑楼就是其中的典型。现在中国人与海外的交流早已不局限于南洋地区，但是广州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海港城市，在现代依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它加强了内陆与港澳之间的联系。小张老师，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粤港澳大湾区。我知道港澳指的是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那粤又是指的哪里呢？它和广州有什么关系吗？确实有关。粤是中国广东省的简称，而广州就是广东的省会。小鱼老师提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指的是一个特殊的城市群，包含了广州、香港和澳门以及其他城市。大家知道粤港澳大湾区还包括哪些城市吗？请你在课下查一查，翻转课堂里我们再一起分享。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条件优越，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现在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城市群，正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广州正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小鱼老师，身处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大概就是时刻和世界相连的感觉吧。广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外交汇地，你知道这里有多少家领事馆吗？这座城市有67家领事馆，和102个国际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广州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才会这么高。我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广州都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大港。没错，我们就拿港口贸易举例，现在的广州港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这里150多条航线能够到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千年商都在21世纪依旧占据着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重要地位。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广州重要的地理位置，了解了它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它在中国的商业贸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下节课我们一起探索广州的城市生活。同学们，下课。